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来，我们来看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哈。第1号牌很特别哈，因为我翻开这组牌的时候，第1张翻出来的是女祭司牌的逆位哈，所以它这里有一个搭配很特别啦，反而是你在很不太相信爱情会出现的这个时刻的时候，能量啊既混乱又封闭的时候，然后再加上女祭司牌的逆位再搭配宝剑皇后的时候，这个能量就会很强。什么能量很强？你对爱情的信任度很低的时候啦。那这个时候刚好好的能量、爱情能量就串入。这个时间点的你是怎么样？就是你不想再去猜忌别人的心，也懒得再分析讯息之后背后的那个潜台词啦、低语啦、话中话。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把爱情视为一个会把自己说到最小的一种很有一点恐惧的领域，但你又不得不做的领域。在这样子状态下的你啊，其实看起来好像还蛮冷静的，但其实是被伤害之后的一种理智的唯一的防卫的状态啦。你开始会用唯一的理性去抵挡所有的爱情的靠近，所以女祭司的逆位让你直接失灵。失灵什么？你可能会怀疑自己的感受，怀疑宇宙，怀疑所有所谓的命定之人的这个安排或题目。同时啊，宝剑皇后也会让你比以往更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不要那一种一开始就有一种玩笑式的爱情的感觉，然后也不要那一种总是模糊不清的一种互动你只想要有一种对话起来很真诚、很稳定，能够一起生活的感觉，安定的、可以依赖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你不相信了，所以就在你这个不抱期待的这段期间啊，新的能量正在慢慢的靠近。圣杯国王的逆位，恋人牌的逆位，其实它两个都逆位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错位的情感的连线，它不是断掉，它是错位，它会在你不认为的逻辑跟连线方式的那一个区域去做你难以理解的连线，它有一点接近巧合，但是其实它只是在你认为爱情会出现的逻辑以外的逻辑里面连接起来、对齐起来，所以它才有一个错位的感觉，就很像是原本你在连接，可能吧，就你在拼图的时候了其实有一个位置，你拿到了形状轮廓相似的那一片拼图，可是它不是原本的那一个应该要放在那个位置的拼图，就你放进去它就进去了。它就放得好好的，那是什么？那是你刚好放进去的力道对了，而且它的形状也很接近原本的那一个拼图，就放进去了，然后就错位了，然后就连线了，就完成了。可是你要到非常非常非常后面才发现，这一个是意外的美好。这里在讲的就是这个圣杯国王的逆位跟恋人牌的逆位那一个新的人其实也在经历，他自己也不太明白什么叫做情感，什么叫做情感空窗，什么叫做我要追求爱情。他对情感开始突然有一种茫然的瞬间，所以他会进入一种模糊、疲惫，可是却又跟任何关系可以连接得非常好。他自己不觉得自己完全的整理好了啦，但是他身上的能量，那一种跟所有跟他有共频、有连接、契合的能量的连接却很深。他只是在他的意识上，好像是暂时关起了心门的类型，然后也没有展现出很坚强的一面，然后内心各方面都很容易被其他人情绪波动。这反而是因为他的情感能量现在开放的是无限大的感觉，可是在他的意识上，他就觉得其实我也没有准备好了，我也没有想追求了，就反而让所有的空间都绽放出去，也因此他跟你就连接到了，你有一点点像是峰回路转的。碰巧的就进入到他这一个领域里面，然后你们可能会在一种很平淡的也不算浪漫的场景然后遇见然后你们彼此可能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去认识谁，或是遇到的时候对话也真的没有想说这个是可以恋爱的人，然后也一开始彼此也不会有怦然心动的感觉，
然后两个人就这样子有一点点，一个处在一种我不太相信爱情呢，管它是什么的概念上，另一个是反正我没有准备好，爱情不会来的概念上，两种状况，圣杯国王的逆位，恋人牌逆位，就让你们两个突然发现，我们就待在一起聊天，在一起相处就好了，就发现越来越信任对方。所以你们彼此靠近彼此之前啊，应该是说你们开始认识的时候，还是属于那一种否定、否认、不在乎爱情在哪里的时候的阶段。就当你们两个慢慢接近的时候，发现说，这份相处好像类似爱情在发生。你们的相处有一种互助、给予、聆听、对话、持久的互动、频繁的约会，但是都是一种非常淡的感觉。从一开始认识到变朋友，然后就觉得反正我们两个就凑合一起去哪里玩、去哪里看，然后什么约这样子，反正也没有人约我们，也不会爱情出，就是那种很松弛的看待现在自己人生的阶段的时候，反而就让你们两个连线在一起，因为连的能量很强啦。女祭司的逆位有一种强的细腻，圣杯国王的逆位也有很强的那种情感连结，恋人牌的逆位也在一种怎么讲，有点弄巧成拙或弄拙成巧的感觉，就连在一起了。然后金币六的逆位又出现了，这里在讲什么？因为你们之前关系有被掏空过啦，所以现在害怕主动付出嘛。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反而没有什么得失心，没有什么太多的期待。害怕归害怕，也因为害怕就觉得反正也不会糟到哪里去。你们两个在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凑合的感觉，就凑到真的变一对了。所以你在这段期间呢，圣杯四的能量就进来了，会有一种我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其实对方也是，对方示好你也不太想回应，有人约你也懒得答应，然后就这个人出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是这种心态的时候，反而觉得好轻松。其实你们两个的内心不是不想爱啦，只是怕又要再一次很累，从头到尾要再一次很累。可能之前跟一个人在一起1年，哇，很多的事情1年4季都过了，很多节日也都过了，觉得还不错，很稳定，怎么就没了？然后如果要再跟一个新的人来，又要再一次，第一年又要再一次，第一个月要来一次，第一个季节又要来一次，第一个3个月要再一次。一开始要认识对方，理解对方，看对方的背景，猜猜看这个个性，看看星座星盘，看看星座配对，上升金星，很累。所以这张牌圣杯四这张牌，它让你们不听、不看、不想知道的感觉。因为这张牌常常出现在什么？内心都还有一种对过去都没有结案的一种概念上面，就是有些回忆我已经不太在乎了，但是偶尔会想到，觉得我也然后绊住自己，也没有办法往新的未来过去。其实这几张牌宇宙要给你的讯息是说不用太担心，这个人出现之后，你们两个相处会有一种很温和的节奏啦。这个节奏会干嘛？它会有点像是很不错的背景音乐。这个人出来，你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很像一个不错的背景音乐，帮你们两个不断找到生活新的节奏，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在往可能有爱情的位置走去。反正一走去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也没有完全排除，我也没有完全舍弃爱情，然后我只是习惯了生活没有爱情，我只是习惯了自己一个人也 OK， 但是其实也没那么喜欢。很多时候生活很无聊，在街上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本来有恋人的时候可以传讯息去，现在就觉得没有人传，那就算了，看看就好了。一切就是习惯了，你自己习惯了一个你自己独处的节奏里。可是当这个人出来的时候，你们慢慢才会发现，你们又安静的习惯了一个新的节奏，然后意识到这个节奏已经真正影响到你的时候，就是爱情已经发芽成可以具体呈现的状况了。然后那个时候你们就会知道说，原来爱情早就在身边了，只是我们一直没有深刻的或是想要去明白这是不是，因为已经懒散了。所以金币骑士跟金币8的能量啦，它其实出现的方式是很务实的，所以它非常怎样，非常慢，在真正的走向爱情的节奏上非常慢。你们两个不会突然爱上对方啦，而是日常里面默默的累积对彼此的一种熟悉、信任，最重要的是习惯。这组是非常标准的什么日久生情，而且它的起点是什么？两个人都觉得爱情也还好，没那么重要。其实他已经有点到自暴自弃的阶段，
但是也没有那么自暴自弃，心里还是觉得说，哦，有爱情当然很好啊，不然不会来看，不会来抽牌嘛。可是，在整个面对回到生活态度里的感觉，就是啊，没有也没关系啊，让我来看看这里有没有一些求尽可能的希望，然后就看，就这一组就非常大，他就告诉你说，你觉得没希望，越没有可能的那个时候，其实爱情就偷偷的把一个适合你的人安置在你附近了。但是要发现彼此是相爱的，或是可以相爱的，还需要一点时间。它是需要在日常里默默的累积彼此的感觉跟信任。这个人啊，或是你在他的生活里啊，会出现很多不容易记得的小事，可是会重复出现，彼此帮忙啊，彼此有共同的笑话，然后有的时候你 po 文或限动各方面，他会来问你说，会关心你一下，好，各种角度的关心这样，然后或是讲一些别人的八卦，讲一些有趣的事情，讲一些社会议题就闲聊一下，然后每天就讲个几句这样，彼此不会特别就讲得很明白，说我喜欢你。但是两个人的行为关系上，其实有在慢慢的奠定这份安全感，可以成为的安全感。哦，那彼此啦，彼此自己的工作，这算蛮有责任感的，然后所以才互相吸引，因为你们两个好像对于各种方面情绪生活要有稳定的感觉，很执着，即便爱情出来也不能破坏。尤其现在经历过之前爱情在关系里面有掏空过，现在除了害怕主动付出之外，打乱自己的生活之外，更重要的是我的稳定性好像不见了，这次不，以后不可以再出现了。偏偏你们这两个类型相同的人，就在这里遇到的时候，稳定已经变成是基础了。哦，那后面又出现了星星牌跟皇后牌，我觉得他讲的是你们两个相处到某个我刚说的相处久了就开始有感觉了嘛，日久生情这样。他讲的是比较后端，你们两个慢慢接近之后，也许开始触碰到爱情这个议题，看到别人恋爱，一起去看电影或有趣谈到恋爱的，然后突然有一个夜晚非常寂寞孤单的时候，突然想到彼此有没有可能，这个就星星牌跟皇后牌的代表出现，因为那一刻两个人会在同频的状态，突然相信爱情的温柔，其实在你们之间是存在的。星星牌跟皇后牌的节奏是很慢的，可是它是表面上看起来没发生，可是它在底层是讯息很快的，传递很快的。你们相处的时候，因为星星牌的能量一直在绽放，所以你们彼此有在疗愈这个旧的事情带来的挫折跟伤痛，其实有慢慢的变淡化。即便你们后来没有这么熟了，可是那个淡化了，因为你们这个相处已经淡化到非常淡了。以前在想念那个人，已经变得有点很遥远了，还会想到，还会存在。可是那一种刚分手前半年的、刚断联前半年的那一种痛彻心扉啊，想不透事情的感觉，好像觉得怎么都回忆不起来。那星星牌也代表你们就在那一个夜晚孤单寂寞的时候，突然发现，其实我的生活里是有光的，就是这个人在旁边。你会发现说，原来爱情是这样子。不急不躁的就在旁边出现了，用一种朋友的方式，很淡的朋友的方式伪装在旁边陪伴。星星牌有时候会这样那皇后牌讲的是说，在底下的那一个情感啊，终于要苏醒了啦。那苏醒的时候会有一个状况，其实就是在你最近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慢慢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这次两个人约出去的时候，突然会特别的想要打扮更好，然后想要去买更好的、更好看的衣服、新的衣服然后想要被人注视，其实心里是想要被人爱啦，已经超过了那个爱有没有爱没有的没关系的阶段，已经变成是其实我也想要被爱啊，我想要变自己被好看，想被看到，这样想要回到一个跟人有紧密关系的一个时刻里。所以在那一个时候，你会意识到皇后牌这个情感的复苏，就是爱情好像有的时候并不是爆破型的，或是彼此燃烧型的，它是两个人彼此滋养的、彼此温暖的、彼此给予很长时间的一种窝心的感觉。它有点超越任何关系。你们两个慢慢在一起，发现说，其实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种互相滋养的感觉。只是你们的感情上就是朋友这样，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个边界很可以突破，但是你们没有想过要突破那个边界变成恋人嘛？但是慢慢的，星星牌跟皇后牌会让你们在某一个时刻对齐之后，就会突然想到说，其实这个人是可以成为我的恋人的。
他这个没有什么尴尬的点哦，他不是说我们还是好朋友，突然变成恋人，没有。他这一组是你们一直忘记或是忽略，其实你们的相处很像恋人。因为这段关系前面的这一个让你们忽略你们可以成为恋人的可能性的这一段，其实在让你们知道说，其实爱情不会让你们失去自由，你们反而可以很做自己，很喜欢自己，很自然的表达自己。然后这一刻你已经很完整，你已经很柔软了，只是你们都忽略了，这其实是爱情。从一开始遇到说这就是爱情，那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们一遇到的时候，两个人的态度是没有爱情也没有关系呀，反正我也不完整，没有人爱也没关系。就因为这样子，两个人凑合在一起之后，才忽略了这是爱情的开端。所以整个节奏、整个结构，10张牌其实在讲说，这是从一段怀疑爱情人生、不小心遇到的一段爱情的开始，然后很长时间的相处，很多的相处，很多的记忆之后，突然发现，这好像对照起爱情，这根本就是爱情，所以两个人就开始有一些自我的小小的试探，才发现说，对，就是这个人，两个人才慢慢的靠近，才会有更多的进入爱情的一些方式，关心的内容加重，好，聊天的内容更深刻，然后到了某一刻的时候，两个人给予的窝心跟爱，还有温暖，生活上的依靠。确定了，其实可以再打开心房，接受一番好爱情。其实你们这一组啊，算是一种修复型的爱情。修复什么？修复你们对爱情的信任啦。所以一开始的节奏感跟心跳加速，这都不会出现哦。节奏感很快、很澎湃，心跳加速都不会出现。而是让你们就这样默默的、安安静静的相处之后，就走到了那个位置。它不会很长啦，它不会什么1年、2年没有啦。它大概3个月的密集接近之后，就差不多会感觉到了哦。那这边还是可以看到他一些特质啦，我觉得从这整组牌来讲，单看他的话，我觉得他一定是看起来很理性、很成熟、很安静的。如果你对他没有意识、没有感觉的话，你会直觉觉得他是一个很难亲近的人，但那就是表面。那圣杯国王的逆位让他把情感表达压抑的很久，可是因为压下去之后，那个密集度很高，所以他对其他周围的事情的共感很强，直觉也很强。还有女祭司牌哦，所以他在你面前可能会很冷静，但是他会看破很多东西，但他不会说破很多东西，所以他会关心你的一句话、你的一个眼神、你的反应，然后心里会反复的思考说现在是什么状况，我应该要说些什么，为什么要怎么靠近。他知道有很多动作，他其实很细腻的。那他已经长时间用理智来包装或者包覆、包裹、收藏自己的情绪，可是他内在是很柔软的，所以你真的需要他的关心，需要他关怀的时候，你问他，他会给予你非常舒适、窝心的回应，或是他其实会找到最好的时机，也会主动开场去默默的关心、联系你这样。那你们的关系其实很柔软的，没什么压力彼此还会鼓励，彼此还会敞开心房讲一些事情，可是都不会有一种责任感或压力。或是一定要给什么最好的 feedback， 这种也不用特别去给很高度的情绪价值，就是很轻松的、稳定的相处。然后他有一点点跳级，很像跳到你们一开始相处，就很像是从朋友跳到家人的阶段，因为你们的旋律、节奏各方面在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很对齐。然后只是情感这一个水能量的部分，它处于比较最慢熟的一个阶段。不会一见钟情啦，但是两个人一开始变得比较密集，基本上也有某种对这个人的好感，但也不是爱情上面的喜欢。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因为你们忽略了这是爱情的，就是你们没有把这一个标题设为是爱情的遇见，而是只是认为是一个新关系或新朋友的遇见，所以就都一直没有往那边想。然后彼此的关系的经营就是以一种认识的朋友、新朋友，然后相处还蛮有默契，然后什么的。也许一开始你甚至会跟你的老朋友介绍说：“我最近认识一个人很不错，跟他一起玩很不错，现在带给你们认识。”用一种朋友的角度来去确认这份关系的重要。其实它是爱情，慢慢的会发现彼此相处的时候那种心安的感觉，其实是心跳的感觉，只是它是一种很稳定的心跳，会让你忽略的心跳。那终究最后一定会走到星星牌跟皇后牌的位置啦。因为你们两个之所以相遇，在宇宙的能量的设定来说，这是任务型的，其实是要你们回去相信爱情，回去再去懂得爱情是什么。这一次甚至会因为你们的相处，让你们发现说，原来爱情有生活感、生活的面向占比占很重。原来爱情不是都只有绝对浪漫的那个样子，爱情有一个很强的核心是
两个人，即便有很多的有对话、意见不同、有纷争，可是彼此想要对彼此的这份温柔一直都在，体贴一直都在。这个就是爱情的那种力量牌底下的那一份力量，它变成是一条很棒的连接，怎么样都是很想关心对方的这一个连接，这个就是爱。好，我再看一下哦。其实这整组牌啦，终究还是在讲重建你信任爱情啦。哦，也不是说要你去学会说再怎么重新爱上人，而是之前的爱情可能都让你觉得在爱里我们都忘了保有自我，可是这一次就有，所以他让保有自我放在爱情出现的前面。你们两个人相处稳稳的站在自己的位置相处，进入到爱情后才发现，原来我们一直保有自我的相处，完全不会破坏出任何东西。然后金币八的能量讲就是会开始练习、累积、练习、累积，最后达到公平的收获。然后那个收获就是星星牌跟皇后牌要给你的礼物，就是当你发现自己可以柔软的面对爱情的发生或是一段关系的时候，爱就会进来了。就是眼前的这个人，因为他也是这样对你的，所以记得这一组其实是先让你们彼此在相处的时候高度的保持自我，然后爱情才出来，然后会改变你一个观念是，原来我在爱情里面之前都过度讨好、过度依恋，依恋然后焦虑，现在其实完全不用，在爱情里真的完全不用。以前先后顺序可能做错了，然后错失了那一个保有自我的机会，这一次再告诉你说，你可以重新建立起自己。可以重新建立起对爱情的信任。好，那这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哈，那就这样，这组很温暖啦哦，让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先来听到祝福你。来，我们现在来看到选到2号牌的朋友哈，这整组牌看下来似乎有一种要靠近，也没有很明确。找不到理由跟方法的一种靠近的感觉。没关系，我们从一张张牌来看它这个分解哦。首先呢，一开场在宝剑骑士这里就象征有某一种强烈的冲突，但是不稳定，好像有能量要进来，但是还没有非常确定整个目标。它其实在已经靠近你或是接近你，出现在你附近的时候，其实他还没有想清楚自己真正要什么啦。那他的人生这个时候被推着走哦。也许是工作的转变啊，或是人际关系的重组了哈。那也有可能是之前的一些关系的结束，让他还在一个疲惫的状态。所以他出现在你的世界的时候，宇宙几乎是把他推到你面前。基本上我们时常说啦，如果是这种方式推到面前的话，哈，那应该是时机非常好，就是这个时间点非常好哈。不在这个时间点就太可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对的人，错的时间。有的时候时间占非常大的因素哈。有的时候，其实宇宙能量很多时候，它会先抓准时间大于你我的准备程度有多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彼此推到那一个时间点的时候，结果会有突然的进化、突然的改变。两个能量重叠的时候，会有突然的一种互救、治疗、治愈。我们常看到嘛，对不对？所以在圣杯8紧接在后的时候，会发现他有一个心里还是有带着过去的情绪啦，但是他有走出来，然后只是他跟宝剑骑士的连结有一点类似，就是有往前走，可是还是不太清楚自己要去哪里，先离开最重要，重新找到自己相信爱情的那一个模式跟自己最重要，所以意味着你们的相遇不会发生在他最完美的状态了，这个非常非常常见。第一，我们时常没有准备好就遇到爱情，遇到关键时刻。第二，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大部分时间你就预设我们是没有准备好的，所以当下面对感受、直觉，相信直觉这些就好了。好，那只是对他本质上来说，他其实是明白自己现在是非常迷惘的啦，非常迷惘。他知道自己还不完美，状态还不够好，但是他最清楚是他现在还在迷惘，迷惘什么？爱情是什么？他还在一个朦胧的状态，磨混沌的状态。所以这样子的你，对你来说是什么？反而你会觉得很好奇、很犹豫。它有一种很奇妙的神秘吸引力，它有一种捉摸不定的不稳定感。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两个人相遇的时候，是因为彼此的稳定感而受到吸引嘛，有依靠。可是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特色，你发现他一定会想清楚，可是他现在是处于在想不清楚的状况。你对他有某种信任，然后可是又发现他现在好像还不在那一个位置。那可是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吸引力？因为他这个时候的脑袋思绪非常快速嘛，所以他反应很快，说话很多，讲的东西很有趣，观点很多，资讯很多。然后，但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有点怜惜他的某种内心的防卫，你知道他在防卫着、保护着自己某些部分。那塔牌逆位这里刚好说明了，他也正在搭配圣杯八，这样从某种过去的崩塌里面爬出来了。所以你可以非常明白，他现在的不稳定是因为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你的那个怜悯有很多是那一种，我明白你不用太努力，你不用那么努力，我明白我知道你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我们没有要求你，我没有要求你，你也不用特别的武装自己，没有关系他假装没事，那是他的功课。可是你会让他真正的安抚他说没事没事没事，你也不用假装没事，我懂我懂。这个是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他给你带来一个吸引力。即便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真的懂他很多部分，而且你也会安抚他，甚至先不那么快去拆穿他，看他的走向，你觉得是够稳定，在不稳定中比较稳定的状况，你就不会去打扰他，因为你能感受到他其实在某方面来说，心底有在重建中。那宝剑九这边有一个关键的讯息啦，其实他现在的状态，他可能跟你聊到说，他其实都很失眠啊，然后常常在思考同一种问题啊，自我怀疑的程度也很高，所以你们一开始对话的时候，可能他会有在诉说这一件事情，然后他有一点点唤醒你内在有一个感觉是，其实我也经历过，或是我现在其实也害怕爱情在出现的时候会再搞砸，只是他在表现这个概念的时候，比你的在更强、更尖锐一点，他是那种用肯定句的。而你这边只是有点度过了，有点怀疑说，其实还好了，不一定会全部搞砸。可是他那边现在的概念是比较肯定的，所以你们这样子的，其实是一种能量的吸引，都在同一个主题里，所以过去里面呢，他一定是付出太多、太快、太重，然后导致失去自己嘛。你因为这个点理解他，你发现说，如果他真的进入到爱情的话，他一定会付出很多，他一定是非常专注的。这一点产生了你事前的一种信任，反而在心里带来一种吸引力。那你知道了很多他的回复的状况，可是你已经深深被他吸引了，然后但是他也不敢往前，但是他内心的小声音常常会让你感受到说，我是不是又要重蹈覆辙了？我是不是又要重蹈覆辙了？这个是什么？他心里其实还相信爱情，但是他需要一些时间这个是你一开始初期遇到他的状况然后慢慢的世界牌的逆位出现他其实还在停在上一个阶段的最尾声啦，就差一点点，一切都感受到都还没有结束，他心里都还有一些过去的责任感的压力啊，情绪的涟漪都还在，所以你就会在他非常混乱的时期里面遇到他。但是你出现，我觉得你不是来解救他了，而是你会让他重新看见说爱情的可能性你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出现，其实反倒这一组比较是你出现在他的世界里面。你在他眼睛里蛮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因为权杖皇后跟金币八结合啊，你对他来说是一个现在他很需要的那一种很有目标的感觉的人。你的专注，你很有目标，你可能会觉得你自己也还好啊，可是对他来说，你已经非常有目标。还有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会看着你而不看着别人？你们的能量在某方面来说，对话语境。他比较能够听到你，他比较能够抓住你、接到你，所以你初期一开始遇到他的时候，你其实不用太证明自己多好多坏，对他来讲已经非常好，对他来讲是够稳定、够有自信的，而且是够有安心的。基本上比较像他遇到你，对他来说你是发光的，因为你内在有某种比他更高度的秩序，还有一些对事情的行动力。如果你有，你就把它保持下去。权杖皇后跟金币八的结合，我觉得金币皇后。这两个结合代表说，你是一个专注、有自我目标的人，然后你不需要用爱情证明自己，然后这种内心的一种自信跟稳定展现出来之后，他好像会开始觉得说自己好像这么没有准备好，应该完全配不上你了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你们的连结有一种很特别的，怎么讲，勾着好像有某种因素让你们两个分不开。我觉得这里就可能是跟灵魂有关，灵魂可能以前有某种约定，
他这个约定好像在宇宙的能量看来，你们现在之前的约定，在你们最靠近的时候应该要相聚了，就无所谓所谓准不准备的好，因为即便他没准备完，各方面还觉得很残破，可是你遇到的时候，你反而觉得你有能力去治疗他，去展现自己，去带领他。这个是你们两个可能已经有一些很特别的缘分的连接了。那月亮牌在中段的时候，在这里代表整个情绪的频率啊，情感的频率，就代表说这段关系刚认识的时候，两个人的气氛其实是暧昧的那这份暧昧不一定是爱情的暧昧，它可能是关系是什么关系的暧昧，然后不太明确，就连朋友关系也不知道到底是近远这样子。偶尔很靠近，可以聊很多东西；偶尔又中间又拉了1-2个礼拜没联络，这样子有点拉远，所以你会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到处约会。然后你会开始怀疑你在他心里到底有什么位置，这样。但事实上不是，是因为他内在其实有很多的矛盾，不是出于要玩弄他人，而是来自于对爱情、对人的关系的一种靠近的恐惧啦。我觉得他现在人在压抑中摸索，人在试探自己，他想明白自己距离爱情的距离还有多远，还或者是根本就靠不近这样。所以你的靠近其实会让他常常想到你在梦里也有可能会梦到你，只是因为他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跟恐惧，都是因为他内心可能潜意识或是直觉上有觉得他自己有在慢慢的往你这边靠近。这一组真的很特别，这一组是反向的能量，不是他靠近你，也是你靠近他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被你吸住了。所以在这套情感的再往前推的话，金币8出现了嘛金币8出现了某种努力的特质。他遇到你之后，他会开始想要好好的让自己改善，好好的想要经营这一个得来不易的关系。他其实在他内心有感受到你你的频率带来了一些稳定，是他之前比较混乱的状态里面没有的，或是遗忘的。然后他发现遇到你之后，他开始有一些比较规律的节奏。然后你跟他每次谈心的时候，他都有收获。虽然一切的进展感觉很慢，可是也因为这一排的逆位也在暗示说，这个调整的界限其实没有如预期的这么快速，但是仍然有在调整，有在平衡。所以他其实因为你的出现，有对于自己有新的期待。他原本就觉得我就这样子破碎，就这样子，他现在状况，可是你的出现让他发现说，他好像让自己失去了很多自由跟对自己失去了很多期待。你的出现，他发现好像有一些目标，他想要把自己变好调整。那魔术师牌的出现是这段能量的核心，然后表示这段关系的发展全看你们怎么去把它创造。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到这里就看得出来，你们的能量早在某些时空已经有所连接，不然这个状况在平常我们看到的牌里面遇到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擦边而过，就划过了，不会有这么强的那种互可勾住的感觉。然后似乎你们能量在某种时光里面已经有约好，有一个契约，说下次再见面的时候要更努力，不要让彼此分开。所以魔术师牌这边在提醒这一次的关系是近是远，是不是会成？掌控权不在他，也不在整个能量，而是你很重要，你重要到你能不能让这个关系活络起来？因为一般的情况来说的话，他的没有准备好，很多人就走了。可是很奇妙的是，你被他吸引住的时候，其实你要有一个新的意识，就知道，这份关系我好像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我要怎么让这份关系活起来，完全靠你去把它引导到好的位置，并不是说他一直都是这样他只是现在刚好需要你所以，当你现在整个状况，你愿意放下一种就是我一定要往什么结果去的这种概念，不用，你就单纯的每一个步骤就好好感受你们之间的互动就可以了。你们之间的空气关系就会慢慢的变化到好的位置。要相信，我觉得灵魂的状况里面，你们本来灵魂就有一些某些契约跟约定好，因为你们本来是契合的，可能以前某些事情把你们打散了那他也会渐渐的更加的信任你，然后你会发现你在这份关系里面，你的付出更加有力气，因为他都接得住，他都完全信任。那你其实也被他吸引了。那这个人吸引你的地方呢？我觉得他不是外在的那个甜言蜜语而是他内在其实真的很真诚，连他的内在的那种矛盾对抗也很真实。有时候说像小孩情绪藏不住，有时候像大人可以在很多难题里面又能够保持冷静，
不过我觉得他真正吸引你的部分，是因为他可能身上有一些过去的伤痕，然后现在在进入这一个恢复期的状况的时候，跟你以前还蛮像的。他有一种还没有完全复原完的，然后让你很想去了解，很想去靠近因为你大概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那他这个有伤的状况啊，其实你还蛮打动你的。你们两个的灵魂在某种牵引上面的话，其实那一个怜惜怜悯的感觉是有出来，只是很难成为你意识上面的主轴啦，就是你不会因为可怜他然后去靠近他，你只是觉得说，在某一种吸引力上面，其实是一个需要的感觉被转化成一种吸引力，你再从反过来变成是某种存在感，让你觉得你会想要去试着帮他理清好，然后帮他变好。那可是这一件事情会反而让他退得更远啦，因为他主要不是需要被指导，而是需要被陪伴。所以你心态上面想要去治疗他，让他变好这一件事情，其实不要特别去主动觉得你能够教他什么，而是去陪他，然后听他，然后让他更主动一点，然后他就会慢慢知道说其实你是很真诚的，然后你也不会给他任何所谓情绪啊或任何价值的一个置入那慢慢的陪他就可以了，因为这组牌里面还蛮多的逆位，逆位的话就表示说其实有一种不稳定的状况，所以其实完全的善意、完全的慈悲，其实在这里可能有时候会产生不了效果，他必须要用一种怎么讲，不能说大量的给予啦，而是让这一个人能够感受到旁边有爱就可以了。其实这整组牌啊，因为塔牌逆位、世界牌逆位、正义牌逆位，形成一个很有趣的轴线啊。这个典型的状况就是一种很不安定的一种依附感觉但是它的内在的潜在的修复力很高。你们两个在一开始认识、聊天、讲话，会彼此测试、试探，然后会感受到彼此的在意啦。然后这个过程其实会让你蛮焦虑也会让他蛮焦虑的，因为两个人会在一种好像没什么秩序的对话里面慢慢的去找到契合的地方，然后找到新的节奏，然后塔牌的逆位的这个重建的感觉就会出来，然后世界牌的逆位的那一种一直没有到新的那一个阶段的尾声也会开始结束，进入一个新的尾声，然后正义牌一直很难衡量两个人的关系的时候，才慢慢找到某种稳定。只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在一种不稳定的状况。可是也因为这个不稳定的状况，让你们两个有一种依附的感觉很重，就是至少你这边会觉得，哎，我丢不下他。这个是你的潜意识里的话。好，那他慢慢的感受到那一种跟你在一起有稳定的时候，他就开始比较多主动了。然后后来，就会比较多的想要去跟你说见面啊，来跟你聊聊天，可能内容也不会很多，但是就觉得说两个人互相陪在一起去逛街什么，其实都可以。主要是他来找你的时候，他发现他至少可以脱离自己的那一个思绪的空间，然后在你这边找到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空间，所以你们两个见面的时候也不用一直大聊特聊，反而就是一种陪伴。这边讲的就是一种陪伴，而你的角度，也许你在他身上看到很多你的影子，你知道怎么解决，可是都不要刻意的去清理，不要刻意的让他变好，不要刻意的去指导，慢慢的他就会往比较好的方向走了。其实这一整组牌啊很复杂他把整个内容分割的很不同区块，而且他还比较不照着主流的逻辑，就是要怎么去帮助这些的。他比较像是要背着走，让人觉得很难解释了哈。反正我们从权杖、皇后跟金币八跟魔术师牌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后段的能量，让你看一下后面的能量。即便初期感觉有一点不稳，可是后面的能量却是一个非常稳定、极具成长性的一个关系。你虽然陪着他，可是你其实是带领他走到他变好的一个路径上。他其实跟你相处之后，他慢慢的会追随你，因为你的气质跟眼神跟对谈里面，其实他知道你是已经度过了某些难关，跟某些经验是他所没有的，所以他会跟着你。他其实跟着你观察你，他就找到很多的启发，然后找到自己的力量，找到自己的角色。慢慢你们俩角色会带着比较平衡的，就没有谁领导，才会带着一个并行的状态。那开始并行的状态的时候，你发现他好了，然后你再从他的这一个相处里面也学习到怎么去体谅人的时候，其实爱情的门就在这边开启，因为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况。然后以这3张牌来说，未来确实是有能够具体显化出一份爱情的啦。因为权杖皇后这里非常稳定的水能量就在你们两个之间。很温暖的。那金币八是需要时间的去培养，才能够培养出一个等比的收获，也就是走到恋人的位置。那魔术师牌更不用说，它绝对会显化你想要的样子。其实这份关系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爱情的感觉，只是因为一开始那感觉有很复杂、很退缩、很拒绝。
可是你也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也没有离开他。你们两个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就知道彼此的重要性，可是很难诉说要用什么角色去定位，所以就这样子慢慢的陪伴1-2个月之后聊天什么的。虽然中间不是每天哦，中间有隔了好几天才约一次，1个礼拜才约一次，次数没有很多，可是每一次都很稳健，然后慢慢的才会有比较密集的。第2个月底到3个月就比较密集的，然后它就会有从一种模糊的方式变成一个清楚的方式，然后就开始显化2个人比较确定的关系。它不一定是直接确定成恋人关系，它就确定成2个人是一种你们属于你们这种可以解释的一种关系，它才会慢慢的从这3张牌慢慢的走到有爱情的感觉。其实它的本质上只是你遇到它的时候，它是在一个蛮混沌的状态，可它本质上是好的，不然它不会遇到你的时候，在你身上去看到它所需要的启发，很正能量，因为它本身也是很慈悲的，它也是很善意的去看待这个世界，它不会因为自己封闭就把所有人推开，而你跟它有同等的能量，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不会像其他人一样觉得它是个麻烦就离开它。其实这一个默契跟这个连结，是因为你们的灵魂可能应该有某些约定，然后因为这边没有翻那一个特别要翻灵魂的牌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组啊非常非常难，难的是在于它的复杂性很深，它这一份爱情和这一份信任感是要在高度的不确定性里面坚持下去才会发现的。一开始彼此都会有些疑虑，他会疑虑自己。能否好好的再去接近一个人？而你这边会有一种，我是不是不能太靠近，免得会造成他的大反弹而被推开这样。所以你必须要慢慢的靠近，然后慢慢的等待他的回应。然后也许你会急，但是你必须要有更高的耐心，才会走到我们刚刚说的2个人走到比较平的位置，然后他找回自己，平衡到自己。他现在只是刚好在遇见你的时候是非常混沌的，可是他不是什么坏人或是什么很极端的人，他只是那一个太受伤的感觉还在，而你的出现是让他发现说，我确实是很受伤，但是我好像有治愈的机会，但是我必须自己来。而你出现之后，让他感觉到这份希望了，所以你们这一组很特别所以你可以慢慢去品味一下这里刚刚讲的话好，那这个就是2号牌的朋友那先给你一些不错的方向感。那其实还蛮复杂的啦，如果你听不懂的话，你这一题也可以略过啦。如果你想要再更清楚，你可以听1-2次，看听清楚了没这一题其实真的很难解释的，非常难。但是如果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的话，我就必须说，一开始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个难题，可是你舍不得丢下他。然后可能你附近的朋友会觉得说，他现在状况很麻烦，先不要靠近之类的，会有些谏言。可是你心底有一种深深的连结，觉得好像只有你听得到他说的话，你跟他会有一种很不陌生的心底的高度的联系。在这个牌10张，我是有看到，应该灵魂有某种契约，然后之前灵魂我觉得你们之前灵魂分开的时候，并不是分的不好，是分的蛮好的，好像是一个蛮好的结束。只是这一次在靠近的时候，而且是非常靠近，然后灵魂好像有在夜晚或梦里有互相呼喊说，我需要你，大概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你才会有一种很难解释的那一种，没办法把它丢下，而且存在感非常重，从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有。然后你会觉得他身边没有人理解他，而你身为一个才刚认识的陌生人，或是很陌生的新的朋友，你反而觉得为什么他的语境各方面你听得一清二楚。这个是你们一开始的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那谢谢你来听到，祝福你。来，我们来看到第3张牌第3张牌很特别了第3张牌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很像是你的定心丸。这个人出现之前，你还在怀疑自己有没有对于新的爱情准备好了没，然后你甚至还在确定自己是不是稳定的。为什么？你看到金币国王，金币6，然后可是金币6却是逆位，然后金币骑士。其实光是金币国王跟金币骑士出现的时候，你就已经走在那一种让自己很稳定，还有皇帝牌土能量都爆发的情况下，其实你会觉得自己很稳定。可是什么？月亮牌跟金币6的逆位还有宝剑4的逆位，它产生了什么？产生没有痊愈的状况，没有痊愈的心思，所以你才会觉得说，我明明已经追求很稳定的自己了，为什么我总觉得好像不够，好像脚没有踏稳？那以今天的题目来说，它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那是为什么？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其实你
已经很成熟了，只是你因为之前的爱情或什么的，你对自己的要求变非常高，对爱情的迎接能力要不要接住，是你对自己要求特别高，所以它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已经超越了那一个能力，然后那一种从来不想再失去的感觉，在遇到它的时候，发现说好像没有这么难。哦，所以一开始啊，金币6的逆位跟宝剑4的逆位透露一种你醒来的状态啦。你可能在一个之前的感情长期消耗的关系里面，好不容易把重心放回到自己，可是你最近开始感觉说，我想要重新打开自己的生活的空间，然后很孤单，但是我想要再试一试。所以这2张牌的组合比较像是说，你曾经在爱里面给的太多了，然后导致你自己失衡嘛。但是现在你已经学会照顾自己，然后再打开给别人的一个位置，所以就这样子一个时间点，它靠近了。所以权杖是跟金币国王的这一个很强烈的组合出现的时候，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安全，好，很安全，安全到你对自己的要求就会觉得说，我好像把责任放太重了。其实这个人给的安全感已经很够了，我不需要把责任放，我应该享受在这个新爱情靠近的时候。所以他一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自己已经准备足够，可以进入到爱情了。那他出现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强的依靠感哦。他各方面心灵上面应该会比你更加成熟哦。我虽然不喜欢讲年长几岁啦，可是这一题确实有一点点在心灵成年、心智上是比你再年长一点的感觉，不一定是真的生理年龄比你长，可是他的工作啊、事业的进度应该都很有基础哦。然后他的个性是他会用时间跟行动来证明自己对你的在意啦。然后他话应该是不多的，然后事情做得蛮多的哦，表达比较多。所以你要去阅读他对你的一些付出，好，语言在哪里？他的风格，爱情里的风格是比较多的责任感哦。他觉得爱情就是要责任感，他不会太暧昧的讲很多甜言蜜语，可是他靠近你的时候就是非常认真的。我觉得他真的要靠近你的时候，哈，他会观察你，然后你的节奏啊、界限、你的对于这整个世界的一个信赖的时候，他会观察，他会尊重你很多，你在乎的、你喜欢的世界，他会去观察你所谓的安全的世界的感觉是怎样，然后他会知道说自己可以去营造这个环境，他有能力。其实他本来就有能力啦，只是他想要知道说你要多少。可是他跟你接近的话，他才发现说，原来你对自己的要求这么高，你想要给自己稳定。其实他就是这一点，他还蛮喜欢你的，因为他就觉得说，哦，这个人是能够照顾自己的，那我根本就是锦上添花，那我就要再给更多。他会这样子想哦，所以在相遇的场景跟氛围来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在工作的场合遇见的几率还蛮大的，绝对不是浪漫的场合。但是你一遇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奇妙的，在这种不会发生爱情的场合里面，却有爱情的感觉跑出来。为什么？因为圣杯1在这里，圣杯1会有一种奇妙的突如其来的爱情的感觉跑出来，而且是他的心里会被跑出来。而且我跟你说，他喜欢你的那一个当下，从圣杯1的角度来看，他其实没有要打算谈恋爱，他其实有点没有准备要去进入任何恋爱。可是你的出现让他忽然发现说，这好像是恋爱的感觉，他突然有一种心动的感觉，然后对你的好感是来自于你所有的表现，然后他觉得是他的生活里面突然跑出来的一个烟火，他觉得你有一种很自然的东西是他没有的。然后月亮牌在这边出现了两个意义，就是他虽然很稳定，可是他遇到你的时候，心里就感觉到不安。这个不安让他发现说，为什么你在的时候要跟你说话的时候，他就没有之前跟其他人那一种稳定性，跟你说话都会想特别多，所以他就开始在质疑自己、怀疑自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结果他慢慢才发现说，原来这个是爱情发生了。第二个是他会对你充满好奇，但是然后你会发现，对，他会对你充满好奇，然后慢慢的靠近你，然后你发现他开始靠近你的时候，然后或是你开始要认识这个的时候，你也会对他充满好奇，因为你也看不透他。其实你们两个在月亮牌这里讲什么？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猜不到彼此的心意跟动作。我们回到他身上，他其实啊，为什么对你话讲的比较少、比较多的动作，是因为他发现他有可能跟你对话讲错话，因为他摸不透，对你的模式可能对他讲很新鲜，这就是月亮牌。所以当你们越靠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最后只会拿出最真实的行动跟话语，譬如说，他要带你去吃什么，他只会直接跟你说：“我带你去吃那个好不好？”就这样，他不会变成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你想吃什么，然后我再想想，他不会把事情复杂化，他会越来越真实，因为主要是因为他在月亮牌里面，他不太猜得出你的模式，他只好直接把自己的心意摊出来给你看，说就是这个，你要吗？所以他最后到爱情的时候，他就会变成说：“我很喜欢你，你愿意
跟我试看看嘛，他会变成这样子。因为这个月亮牌能量太重了，他反而破坏了他原本内心的很多的确定感。他跟其他人相处的确定感很高，可是他跟你相处的确定感就变很低。也因为这样子，他反而觉得为什么有人让他心思跟心动、心跳有点不在他的预期里，所以才会产生强烈的兴趣，产生强烈的好奇。所以在梦里，他可能还会梦到你，因为他平常生活里面没解的难题，在梦里会再出现。那我觉得从皇帝牌跟金币国王可以看到他的特质啦。这里可以提示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大概可以抓到他做事很有逻辑，他也很讲求实际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他绝对是对自己要求最高的人，所以他一定有一个领导气质。所以在工作环境里遇到他的时候，你发现说大家都在听他的。然后他可能很严肃，可是他跟你对话的时候会出奇的比较温柔，很奇妙，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跟其他人对话很严格，就是有点下指令的状态或者各方面的，可是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就变得非常温柔。他不是甜言蜜语的方式哦，他靠近你，他就会软化，这个情绪个性会软化。你会发现他其实不轻易、不容易赞美别人或喜欢别人，可是他对你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专注力。然后就像我刚讲的，他只要一跟你沟通的时候，他就觉得一切他都要多想很多，所以他其实每次跟你互动前，他会观察你蛮久的。然后他在跟你的相处的时候，会慢慢确认你是会信任他的，而不是要信任你。他会慢慢的让你信任他之后，他才会慢慢的投入比较多，因为他怕他太过靠近你，或是他的能力太强，或是他想给你太多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压力，或是你想逃避，所以他必须要先确认你是信任他的，他才想要付出更多。他怕他会莽撞的太过往前，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那个月亮牌，他最后会选择直接拿出很真实的，就是直接告诉你他想要做什么。其实，在他要做这件事情前，他观察蛮久的，他怕他这样子讲反而给你很大的压力，好像没有给你选择权。所以其实他在跟你互动的每一次之前，他都很仔细的想过。因为宝剑侍者啊、金币骑士这两个里面的双重风能量，让他对爱情的方式是一定要先了解透彻才要行动，不要草率。不要草率，细节要先观察。所以一开始他跟你聊天、分享生活啊或什么的，其实他都在一些收集线索，因为他怕做错事，因为他其实是个很谨慎的人。那即便他这么谨慎，可是战车牌一直在推他，告诉说，不管怎样都要主动啦，真诚的主动就好了啦，表明自己的态度，表明自己的需求，要去吃那个就直接说要去吃，叫他一起去，这样就好了，不要有太多的选择题或问答题，就问他要不要跟就好了，就说那已经决定了，带着他就好了，简单直接，就可以了。战车牌这边一直在内心告诉他，所以他脑袋会有很多的困窘。就是为什么我遇到这个人就一直想的这么复杂？可是慢慢的战车牌的力量会给他说，不要想那么复杂，就直接做就好了。所以他会对你做很多很直接的事情，一次两次他才发现说，我就直接简单的做就好了。所以你那边会发现说，他有一点点霸道，他有一点点直来直往。可是其实他不是没有顾到你的感觉，他是有，他是反而是顾到你的感觉，顾到非常深才这样子的。那权杖四，我觉得，他完全不搞暧昧的感觉，然后也不会忽冷忽热对你，他的一致性非常高。他从一开始跟你接触的时候，专注看你的眼神的时候，他就已经会让你知道他很在意你，而他不是故意要让你知道他很在意你，他是没有办法控制。他一靠近你的时候，圣杯一权杖四的能量然后还有战车能量就产生一种推动力，就是他的热情是很直接的、很明确的。你立刻会发现他对你不同，感受不同。那这段关系应该会有3个奇妙的变化阶段了一开始他会用很多方法先慢慢的了解你，去观察你啦，然后对你的好奇会有非常明显你会发现他对你非常有兴趣，比其他人多很多。然后这些好奇里面有掺杂很多的关心你啊，刻意找你说话，然后制造相处机会。虽然有时候都很短暂，讲话2-3分钟讲，可他会一直靠近。所以你看到说这边这样目前看起来，他很可能在工作里面出现，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的相处机会。再来到比较多的确定之后，他会独自约你出去，他会开始什么分享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他觉得哪里个地方很好吃啊，哪里什么他会带你去，哪里比较有趣啊什么的，他开车带你去玩之类的。中期就会有分享的状态，然后到后期之后，他确定了你开始信任他的时候，他才会慢慢的推动关系。战车牌的能量这个时候会开到最大，
他会让你发现你跟着他可以走到更好的方向去，更好的方向感，他能够支持你，你想要什么你可以想要什么支持各方面信任你跟他讨论什么，他很愿意支持你，他不会控制你，他也没有想要霸占你，但他很在乎的是你要信任他，其实他要的是这一个。好，那整个关系跟感受上，应该在你心里会有一些改变啦。譬如说，你会开始感觉到，原来爱情会有这么稳定的感觉，因为你会发现，怎么会有人给你一个完全没有焦虑感的一个安全感？然后你只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自然放松，而且他还很多东西都顾好，那你还能够跟他分享很多你内在的真实的话，他都稳稳当当的能够接住你要说的东西。你发现你跟他讲的东西，他耳朵会听得很清楚，然后他不会跟你辩论，不会去指教，不会先为自己辩驳，他会先仔细听清楚之后来告诉你说，好，那我知道了之类的这样。那是因为他这里其实土能量很多了，什么皇帝牌那些的哈。那么金币6的逆位，这里反而有一点在解释你这里了哈。他在讲说，你过去在感情里面可能付出太多，或是他想被理解，可是一直没得到。可是这一次你会学会说，其实可以的。你要过度付出就过度付出吧，你想被深度理解你就被深度理解吧。这个人因为土能量在这边，他会让所有的你的感受具体的被好好的对待，不会略过你的感受。你有困难他会想处理，你想被帮忙他会想支援，你低潮的时候他不会离开你。当你有一些自己都控制不了的情绪的时候，他会陪着你，看你要陪着还是一直跟他说，他都可以。好，然后宝剑4的逆位在这边，反而成为你这边的助力。你以前停滞的对爱情的那个停滞的概念，因为它出现之后，你会发现有某些新的生命力的感觉会跑出来。然后你会发现说，它出现之后，你开始想要更多的规划自己。然后你本来不太相信爱情，或是你不太分享一些爱情的文章那些的，怎么现在就开始有分享？因为好像感觉到一些爱情的希望会出现，因为它给你的能量是一种很温暖的东西，很像暖暖包这样，一直都在你身边，冷的时候都有。它不是一个很强的火焰要让你刺烫的，它没有这种，它就是你一直觉得说好像一直有很暖的感觉。所以这一组啊，它的出现蛮像是帮你从某种你以为的未来里把你叫醒，有点在告诉你说，不是这条路，你有别的路要走。好，然后你们的相遇，我觉得从整张牌来讲，我觉得不是一个偶然的，而是宇宙好像发现可以了，该把这个人叫到你身边来了。那它出现其实是有一些功能性的，它出现其实不是要你放下过去的，而是它会慢慢要告诉你说，我不是来带领你的，我也不是要霸占你，我也不是让你跟着我就好。其实啊，我们在一起是我希望你跟我并肩前行到未来。我需要你陪伴，因为你能给我的是我自己给不了自己的。其实他现在让你知道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对你很多很好，然后保护你，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从一开始慢慢的这样靠近的时候，其实节奏是蛮快的。他出现的时候，你会明确的感觉到这个人是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只是他的节奏会慢慢的先取得你的信任为主。好，那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从一开始看到你的时候，他心里那个怦然心动的感觉是你无法想象的，他自己也很意外了。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整组牌的一些未来的成长的路径后，我觉得这段关系的成长其实是双向的，它会让你发现你可以在爱情里面再次信任一个新的人，而你会教他什么？教他慢慢的把情感流露出来，好好的表达，即便见言语或什么，不要只有行动。所以他原本有点压抑自己，不会再接近爱情的这个部分，因为你出现的时候松动，就他才发现他可行，他还愿意付出，他还做得出来。那皇帝牌的能量显示说，你们两个后来慢慢相处的时候，是一种生活里面的伙伴吧。好，他在你生活里面不是只是一个恋人的关系，我觉得他是你生活里面的一个支柱，他其实很有依靠感觉。他可能在物质上、生活上让你很依靠，可是你知道吗？你的存在让他在心灵的安慰上面是另外一种依靠，所以你们两个才要并肩同行，只是你们两个互相给予的不同啦。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呢，你们其实能够保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也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就是说想说什么也是可以说，因为他除了是可以让你依赖的人，他还是一个非常愿意倾听的人。他不会什么事情都自我反省，可是他会倾听完你的所有事情的时候，他会知道说，
我听到了比较重要，而不是为自己辩驳或什么。也许你对他有所埋怨或什么，他其实会心里想说：“哦，这个是我没想过的角度。”在整张牌看起来，这个人是很完美的，可是他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呢、就是他对于情感的捕捉比较弱。其实他去捕捉你的情绪这件事情就弱了，他可能比较猜不到你的情绪现在正在发生，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更多的分享，更多的告诉他，你有情绪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说，其实我现在心情不好，那所以回应你会比较慢。有时候老实讲，他才知道，而不是你觉得他一定猜得到，没有这一组他的弱点就是他其实有点抓不到你的情绪，因为他在吐能量各方面的能力很强，可是他抓情绪这个就比较弱，那他也会变成什么？他也会变成诉说自己的情绪的能力很弱，那你的存在就是在教会他情绪要把它说出来，这个是你们很强烈的互补的地方，因为他的这个土能量很强，然后再加上又跑出了皇帝牌。皇帝牌虽然里面有火能量，可是皇帝牌在其他的各种权杖、圣杯什么的，那一个国王牌的土能量也在这里，也在一起做连接，所以那个稳定性、责任感，他放得太重了，就反而到自己的情绪他有点忽略或是回避。可是，在教育或他人格培养，发现情绪要收起来。可是他遇到你的时候，发现不需要，不需要。那我觉得这是一段很有高度机会，不是只是短暂的，是能够走到未来的爱情。因为战车牌的取向，然后它绝对不是你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它是一个可以有共筑生活的一种伴侣的。然后你们相处大概。如果以战车牌出现来当成一个起点的话，要开始走到人生有所规划，要一起去哪里啊？什么人生方向、事业各方面的话，我觉得大概半年之后就开始进入这个对谈，然后有一些确定，大概就1年这样。可能要不要一起住啊？要不要一些长期的计划之类的？你慢慢就会走到哈。而且你们相处之后还发现说很奇妙，你们对人生的想要共同努力的梦想的方向还一致。讲到现在，觉得整张牌都很完美哈，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些东西哈。好了，我讲这整个关系里面有些特质，我这边看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依赖，他会一直很靠近你，所以你其实不要特别去强化你的优点，或是美化你的作为，你就不用去证明你自己是值得被爱，你就把你现在看这张牌之前所有的原本的自己就展现那个就可以了。再来。你可能会在这一份稳定里面觉得有点无聊，因为惊喜有点太少，因为那个水能量很少，浪漫的那些东西比较少。你可以教他，他会学。你会告诉他说，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浪漫的表达，这样子才会觉得有仪式感什么。你教他，他会学，以后就会了哈。但是不要误会，他没有做就是他不在乎，是很无聊。这个是他的有一点点，他没有办法，他的天生的本质上是这样。那再来，因为你们两个人很互补嘛，所以在这份关系的时候，也是要平衡一下两个人的优缺点哈。然后，其实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在互相学习彼此的优缺点的时候，你们还会进入比较完整的自己。这一组比较有学习的概念在里面。我觉得你们能走在一起，从一开始。我觉得是在某方面来说，他其实是很想靠近你的。可是还有一个核心重点是，你有没有要回头靠近他，而不是只是依赖他的可靠的感觉。因为我们讲了这么多，他情感的水能量的部分比较薄弱，所以你要往他那一个部分内心的东西靠近。所以你跟他对谈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多聊一些他内心不愿意说出来的话，或是你想听一直都没听到他说的某些角度。譬如爱情观是什么？譬如以前的爱情怎么伤害他，你就可以避免。我跟你讲，你没有去问这些内心的、直觉上的东西，你不去问，你不去讲，他会当作没有这个东西，内心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会用很多的行动来确定自己是稳定的，所以内心的那些疑惑、杂乱的情绪，他会很快就把它屏蔽掉。可是他还在吗？他在，所以他需要你去慢慢的破解、去治疗、去面对，他才知道原来他可以再成长到一个程度。这组啦不是一个很华丽的开场的故事，可是慢慢走就知道，发现你们是非常稳定的。然后他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让你的信赖度非常高。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象征。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哈，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这组牌在我目前翻起来的牌里面，算是有点近乎完美但是我还是努力的把一些小缺陷。怕你太过美化讲出来，你可以注意一下。但是更多的是体谅他一下啦。有些时候能力很强的人，其实在情感的表达其实不擅长的。但是他们都很愿意学习。好，那就这样，那谢谢来听哦，祝福你。